个，除了制造假消息以外，仇敌还会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会散播恐惧。他什么时候会做这样子的手段？就是呢，如果政治方或者宗教的群体、宗教的这个组织，他觉得用封杀、栽赃的手段不能够限制别人的影响力，那这个政治的势力，他就会利用环境，绘声绘影的制造恐惧的情境，让对手知难而退。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例子。其实末后会发生的事情，神在他的圣经里面已经写出了彩排的样式，让我们心里会知道过去会发生的，未来一定会再发生，而且越演越烈，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所以政治的势力，他如果用封杀栽赃还不能够限制他的对手的影响力，他的势力范围的话，他会怎么样做呢？我们来看，当犹大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故乡，已经93年了。这个时候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，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在讥笑、逼迫、造谣，让犹大人在重建圣殿、恢复圣殿祭祀的事情上面不断的拦阻他们。在以斯拉记说，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，使他们的手发软，扰乱他们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，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，这段时间圣殿停摆了15年，一直到后来的重建。这段时间呢，他们又买谋士，要败坏他们的谋算。后来他们还上奏了第4任的波斯王。王该知道，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，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，逐利根基，建造城墙。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，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，与列王和各省有害。自古以来，其中常有悖逆的事，因此这城曾被拆毁。我们谨奏王之，这城若在建造，城墙完毕，河西之地，王就无份了。所以这些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，就是以前当以色列10个支派北国被掳到亚述之后，亚述王将他那里的人安置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彻彻底底的亚述人，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在这个地方也已经生根了100年了，722到500多年，差不多有将近200年的时间。这些外邦人已经在这个地方几个世代了，所以对于这些外邦人来讲，这个地就是他们的地。所以当他们发现犹大人回来建造圣殿，发现犹大人回来建造城墙，发现他们回到自己祖宗的地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人，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上告波斯王，要来阻挠他们建造圣殿，恢复他们在这地方的生活的机能。所以他们要上告波斯王来阻挠这批人。这些外邦人呢，他们一直在犹大人建造城墙、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要来让他们的手发软，来扰乱他们，就是让他们恐惧，让他们坐不下，让他们分裂，或者让外邦的势力，或者让国王的势力来铲除他们。但是呢，当尼希米他又带了这一大帮子人要来重新建造城墙，而且无畏无惧的在建造城墙的时候，这帮子的人3番4次的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，但是越阻挠犹大人重建的速度就越积极，他们就只好从重建城墙的首领尼希米来着手。他们觉得擒贼就先擒王，所以他们就现在就直接针对这个首领尼希米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呢？
这边尼希米记6章说，尼希米说啊，他们听见我修完了城墙，而且其中已经修补好了所有的破裂的地方，我只差门还没有安上去而已。这些大坏蛋呢，他们就约我要去一个平原的村庄相会。我怎么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他们就只是想要害我呀。所以呢，我就差遣人去跟他们说，我没空。我怎么能够放下我现在建造的这个城墙安门栓的这件大事情，然后去跟你们见面呢？尼希米他完全能够看出这波子人，他们只是一个假好意要来跟我做和平的谈判，其实他们只是要在设谋要来陷害我而已。所以他根本就坚决的不同意，他坚决的不去跟他们见面。这些大坏蛋想了，尼希米没有上当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只好换一个计谋。他换什么计谋呢？这个尼希米他带领百姓重建城墙，是在西元445年的时候。这群外邦人，他们找到了尼希米的软肋。这些敌人呢，就举出了过去这个城在波斯的朝廷是怎么样的恶名昭彰的。他就说到啊，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治河西全地，人就给他们进贡、交课、纳税。也就是说，耶路撒冷城距离波斯王的管辖有1000多公里，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呢，他就关起门来自己当皇帝，他要人给他进贡、交课、纳税。这个的消息传到了波斯王的耳朵了以后，这个王就派兵来拆毁了城墙，平定了所有的叛乱。所以现在犹大人又要重建城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亚达薛西王就说，现在你们要出告示来命令这些人停工，让这个城不得建造，等我降旨。所以这个拆毁重建的城墙，这个是历史的事实。曾经在耶路撒冷有王让人民来给他进贡纳税，也曾经有王来拆毁平定这个所有的叛乱，而且也命令不得再重建，等我降旨。所以现在发生了要重建拆毁的城墙，就会有要谋反的嫌疑。尤其尼希米他是用犹大省长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，那万一这个历史又再重演，那城墙是不是又要被拆毁？百姓的性命是不是又要被无辜的连累？这个作为一个父母官的尼希米，他不能够不担心这样子的问题。当敌人抓住了过去耶路撒冷有君王谋反，以至于波斯王要派兵镇压的历史事实，如今他又拿来恐吓这个尼希米。所以尼希米记这边说，这些大坏蛋第5次又打发人来跟我见面，手里呢还拿着没有封印的信。哇，那个信是什么？没有封起来哦，表示说，我帮你把这个信拦截了。怎么写呢？他说啊，外邦人中有风声说，你和犹大人要谋反，修建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，说在犹大有王。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，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。这个敌人他是慎重其事的带着告密信，然后他是迫在眉睫的很恐慌的说，外邦中啊有风声，你和犹大人要造反，要建造城墙，而且你还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。哇，这等于是整个宗教跟政治的立场都已经来支持你要做王的这件事情。因为犹大人要做王一定要有先知来加持的呀，所以现在
你已经具备了这一切的条件。哎呀，这个话传到王里面啊，王一定会来派兵来攻击的。所以现在你赶快过来，我们来商议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办。所以敌人的每一句话都句句戳痛了尼西米的软肋。当这一些谋反、风声、修墙作王这几个词汇传到王的耳朵里面，那王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遐想。那尼西米呢，他也可以无限的放大圣城再次的被大军镇压、焚烧的惨况。尼西米为什么要来重修城墙？就是因为他听说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人，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的凄凉。所以敌人按照人性恐惧的推理，尼西米一定会倍感压力，因为敌人这样子对他的恐吓，要放大圣城再次被火焚烧，剩下被掳的人受凌辱、遭大难的这一切的场景会再一次的上演。所以尼西米如果他要臣服于恐惧，然后向他们求救、示好、服软，甚至于停工，这都是极有可能的。但是尼西米他没有屈服在这个恐惧的压力之下，他没有上当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差遣人去跟敌人说，你们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尼西米很清楚，他们都是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就是要我们的手发软，以至于不能够工作，以至于就差这个安门栓的事情就不再安门栓，甚至于已经建造的城墙还要拆毁，免得有一个罪证确凿，说你们要作王的证据。那尼西米没有接受敌人用随时有大军镇压的恐惧来停止手中的工作。既然外邦人的话尼西米不相信，外邦人就算了吗？他们呢就找来圣殿的祭司，这些圣殿的祭司是跟尼西米同源同宗的老乡，这样子讲话总比较有分量了嘛。所以他就找了这一个祭司来请尼西米到他那个地方去做客。当尼西米来了以后呢，尼西米这边说，那时他闭门不出。他说，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见面，将殿门关锁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这个祭司他在装好人，因为这批的大坏蛋，他们跟祭司是有亲戚关系的，他们政治跟宗教的关系是极度的联姻友好的，根本就是一家亲的。所以呢，他从那个地方套出了消息了，我知道他们今天就要来杀你，如果没有待在这里，你今天的小命就完蛋了。但是尼西米却说呢，像我这样子的人岂是要逃跑的呢？像我这样子的人岂能够进入店里面保全生命的呢？我才不进去呢。尼西米知道，他只要踏进圣殿的门一被关起来，他就出不来了。他说，像我这样子身份的人，我是一个逃跑的人吗？所以尼西米他完全没有上当，他完全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，敌人是用人性恐惧的心理要来限制他的影响力，要来限制他的作为。当然，尼西米他没有上当，但是敌人制造恐惧的基本策略是一点也没有松手。所以尼西米他不断的呼求神说，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就是这些坏蛋，还有女先知，你看还包括先知哦，和其余的先知，你看是不是用宗教团体，就是一个政治的团体，当地的这些权贵恶霸，还有谁？先知，一个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，
都来叫我惧怕。尼希米这边说啦，这个娶了大祭司家的这个外邦人，他呢又常常寄信来，要我惧怕。所以他们不断用政治的立场、地方的权贵，还有宗教的立场，不断的用语言、用信件，不断的用人民、用舆论来造成百姓的恐惧，以至于让他们缩手。所以在末后的日子，政治人物、敌对阵营，他们都会拉拢权贵或者有声望的宗教领袖，为他们所要传达的讯息来做背书，为敌人来制造恐惧的风声，以至于能够阻挡神的圣工进行。那这个是政敌最能够抓住人性弱点的方式。所以政敌他不会直接面对他们所要铲除的人物或者势力或者组织，他们会去制造百姓的恐惧心理或者个人的恐惧心理，来阻挡一切拦阻他们势力发展的这些的人。